它里面基本上是膏状的。还算是比较干的。那我今天就是有调整我的比例，让大家在家里比较好操作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瑞，那欢迎来到我的西班牙料理系列。今天呢，我们来做这个 croquetas， 西班牙的可乐饼。可乐饼啊，它不是只有日本才有的东西哦，它其实是从欧洲传到亚洲的。它最原先是法国宫廷在吃的东西，之后世界各国也开始有一些类似的食物。那在西班牙叫做 croquetas。那废话不多说，我们就直接开始吧。那我们现在要准备的是火腿风味的 croqueta。croqueta 是什么？就是西班牙的可乐饼，会爆浆的那一种。这是生火腿。对，这个叫萨拉诺，是西班牙的白火腿。这个在家做成本高一点啊，因为在餐厅做啊，刨完火腿剩下的材料就会很适合拿来做这个。那一般的台湾火腿适合吗？可以啊，可以啊，只要你想得到的味道都可以加进来。洋葱、萝卜跟蒜苗，我的比例都是1比1。在家里料理就是用这种高架锅，这是人类最伟大的发明。那我们现在先来烹调火腿口味的 croqueta。那它其实制作方法非常简单啊，我们先把奶油下到锅子里面。奶油融化之后呢，我们所有食材全部一起放进去。那我们炒到了食材的香味啊，都完全散发出来之后，就加面粉。那面粉进去啊，我们把它拌炒均匀，让面粉跟食材都是完美的融合在一起。然后我们加鲜奶油跟奶油。那它的稠度啊，这样子就可以了。但我自己喜欢湿一点，这个就是看你个人在吃到的时候希望是什么样的口感。这样子呢，大概就是很扎实的样子。那我会再加一点奶，那它是一个比较液体的样子，就是咬的时候会爆浆那一种。这个时候啊，就完成了，可以拿出来放凉。那我们放凉的时候啊，拿越大的容器，它冷却的时间越短。让它接触空气的面积大一点，会凉得比较快。好，就把它放凉吧。那接下来我们来炒蘑菇口味，这边的温度会高一点，因为菇类它的水分比较多。蘑菇一定要先炒，把它水分炒掉。蘑菇炒越久，它的水分会释放的越多。到这样你看，蘑菇越来越湿了。等到水分啊蒸发差不多之后，可以下剩下的材料。那这边呢，我们记得要调味。我们刚刚炒火腿没有调味，是因为火腿的咸味都已经足够了。那我们炒蘑菇的时候，它也有它的鲜味，但是它没有咸，所以把它加盐巴，然后加一点胡椒。蔬菜的香味都释放出来之后啊，就下面粉，把它炒均匀。最后我们来做鸡肉口味，这个一定是小朋友最喜欢的味道。我们奶油下去之后啊，鸡肉先下去。我们不用把它炒得太上色，就是有熟就好。鸡肉啊，我会选鸡胸肉。我们煮到最后啊，鸡胸肉会碎掉，会变一丝一丝的，比较有口感。鸡胸大部分都炒熟之后啊，我们就可以下菜刀跟玉米。那我们一边在煮的时候啊，一边把鸡胸肉这样子捣散。香味都释放之后，我们一样面粉。鲜奶油。这
这个不是西班牙的味道，但我觉得这样很好吃。那种综合咖喱。对。把它炒成糊糊状之后，我们这一步也到这边结束。你要拿去旁边放凉喽。那我们刚完成3种 Cologueta 的准备，然后也都放凉了，我们现在就来做下一步吧。那这一步我就遵循传统了，我用汤匙。如果想要挖得更漂亮，可以用把布，但我还是传统就好了，因为在家里做嘛，就是汤匙随便挖一个大小，然后就直接进去裹粉。然后把它均匀的裹上面粉，这个时候可以稍微塑形一下，可以把它搓成球形或是椭圆形，怎么样都好。多余的面粉一定要把它这样子抖掉。然后丢到蛋液里面之后啊，为了不要沾到手，我是拿一支叉子，再把它丢到面包粉。这个面包粉啊，看起来不一样，对不对？因为我刚用果汁机稍微把它打细一点，这样子它会附着的更服帖。然后呢，把面包粉均匀的盖上去。那这个时候啊，力道不要太大，会破坏它的形状。那因为它炸完之后里面是一体状的，然后我们要让外皮更坚固的话，这样子过完面包粉之后，要再把它回到蛋液里面，然后再重复刚刚的动作。做好的 Cologueta，我们就可以把它放在一个烤盘或是一个容器上面，然后把它丢到冷冻。这个还是可以长期保存的，就是你可以做很多，然后丢到冷冻，想吃的时候就拿来炸一下。好，那我把 Cologueta 全部制作完之后，我会把它放到冷冻。对，放到冷冻的话，它可以外皮变硬。那如果你想要长期保存的话，也可以一直放在冷冻，没关系。对，那让外皮变硬是会比较好炸啦。冰柜。就是我们大概油温200时候下锅，现在是199.9，那我们就维持中小火。这个是什么口味我也忘了，等下吃了就知道了。不要炸太久，炸到这样子金黄的样子就可以先捞起来。如果你炸太久的话，它就会开始过。这就是我们炸好的 Cologueta，你看里面基本上是膏状的。准备一些装饰的小东西，我们把蘑菇削皮。其实菇类是可以生吃的哦，因为我家里刚好没有薄片刀，所以只能用手切了。表面稍微炙烧。随意的来拌个比较清爽的沙拉，那做它旁边的配菜，放上蘑菇片做点缀。鸡肉的我放炭烤的玉米。火腿的话，这次就比较下重本，这是伊比利贝洛塔等级的火腿。你们从玉米吃好。我觉得鸡肉的吃起来蛮有口感的，很多是玉米的甜味，然后跟牛奶融合在一起，我觉得算是一个小孩应该会很可以接受的味道。我觉得这个比较没有像鸡肉那么甜，然后就可以吃到火腿的味道，跟奶油意大利面，但白酱稍微少一点的那种味道。香菇，蘑菇。我觉得这款就是喜欢喝蘑菇浓汤的人不容错过，会有一种牛肝菌菌菇浓汤的感觉。虽然没有加牛肝菌，很酷，就大家可以想象吃蘑菇浓汤，然后在你嘴巴里爆浆的感觉，这个我很喜欢。换我来吃我自己做的东西，就是一个很传统的样子嘛，就是我们在餐厅做的会比较精致一点。那我觉得传统的样子就是最方便操作、最好吃的。上面这个就是金钱的力量，一定好吃。其实这个内馅的湿度啊，还算是比较干的。那我今天就是有调整我的比例，让大家在家里比较好操作。因为我们在餐厅做的，它会比较湿润，
那在很湿的情形之下，要怎么把它成型呢？当然就是靠非常的低温，连你的双手都要是低温的，才有办法去让它成型。那个在家是蛮吃技巧的，所以我就是做比较传统的版本，这就是西班牙的阿嬷都会做的样子。那这个我觉得就是很适合在家里那种聚会的时候啊，拿来做了一个小点心，就是适合搭配各种啤酒、酒类、看电影都可以，做起来会比较麻烦一点啦。但是你只要做一次之后啊，你把它放在冷冻库里面，就是它可以放好几个月都没有问题，所以是可以做非常大量。像我今天做的那一锅的量啊，大概可以做50到60颗左右，所以你做一次就可以挡很久，对吧？好了，今天影片就到这边。那有想看什么不一样的西班牙料理，再跟我说。记得订阅、按赞、分享，拜拜。